还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。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有福抱着阿美，整整跑了2条街，终于让他找到一个因为胃痛而没有去吃午餐的医生。医生在哪里？他本来好好的，跟我一起找狗，可是突然间就晕倒了，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哈？医生，你别紧张，我看看。你先在外面等一等。患胃病的医生终于检查了阿美。阿美终于在15分钟后醒来。没事了吧？他可能是太饿，血糖过低，所以会晕倒。你带他去吃点东西，好？谢谢。来，吃吧。够了，太多了。你慢慢吃，不要紧的，吃得完就吃，吃不完就不要硬吃啊。那你也吃吧，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的。我刚才吃了鸡饭了，好吧，我就吃一点。阿美啊，你要去看阿环，又要看安迪，还要找狗，难怪你会晕倒。你要看住身体啊，不要太辛苦，知道吗？不要紧的，老毛病。以前在渔村查风流，醒来就继续工作了。身体还是要照顾的。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这是医生的信。医生说啊，叫你去做一次身体的检查。不用了吧？身体还是要照顾的。等阿华出来以后呢，叫他带你去啊，叫阿华带你去。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千万不要在午餐的时间晕倒啊，这个时候啊很难找医生的。我真的很笨哦，晕倒哪里有看时间的？哎，秀秀。为什么你的电话打不通？可能是刚才宝宝拿电话来玩，所以打不通吧。哦，我刚才去档口找你，档口关注了，还贴了一张纸说找人租呢。他连招租纸都贴了。发生什么事？你进来再说。哎，这位小宝啊。嗯。小宝。叔叔。你还认得我是谁吗？嗯。叫叔叔。叔叔。真聪明。他都已经3岁了，会叫妈妈、公公、婆婆和猪猪。猪猪是谁？跟叔叔讲，这个就是我的猪猪。他学什么都快呀，就是不肯叫爸爸。为什么不叫爸爸？可能看不到爸爸，不懂什么叫爸爸吧。对啊，他知道妈妈是你，婆婆是那婆婆，猪猪是小猪，就是没有看过爸爸，所以啊。不知道爸爸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每一次啊都会指 Steven 的照片给他看，跟他说那个就是爸爸了。
好，喝咖啡吧。啊，要是 Steven 能听到小宝叫他爸爸就好了。这都是命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记得 Steven 最后一次进手术室的时候，突然间变得很清醒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：一定要替宝宝找一个好爸爸。那个时候啊，我急到我脑都昏了，都不明白在说什么。一直等他进了手术室，我才明白，都来不及跟他说，宝宝只会有他这个爸爸。你是说你不再嫁人？不嫁了。那不好，你这么年轻。你也这么认为？别人也这么说吗？我家人还有朋友啊。他们也是为你好。要找个人嫁不难，但是要找一个能够把宝宝当成他亲生女儿的，却不容易。不要谈这个了。你的咖啡档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做这个月底拿回3个月的安贵金就不做了吗？前2天我告诉业主了，他就开始不断给我找麻烦，不然呢就是说我没有提早3个月告诉他，害他临时找不到租户。昨天啊，我一早去开档，发现他已经把档口给锁起来了。我去找他理论，说如果不给我做生意的话，把3个月的安贵金还给我。他竟然说他没有钱，要的话呢就去告他。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分明是看到我一个女人好欺负。那个女人呐，死了老公之后啊，就搭上了那个死猪头啊。那个死猪头是天天来啊，还炒米粉给他买，抢人家生意。隔壁那个卖米粉的老高啊，给他气到要跟他们打架。但是那个死猪头，哎，猪头来，猪头来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什么？你怎么可以吞掉他3个月的安贵金？你是他的谁？朋友。我以为是lawyer。你把他3个月安贵金退给他。No way，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临时要退租，我损失很大。通过他3个月的租金补不了我的损失。我哪里有说我临时要退租啊？我只是提前告诉你，下个月租约满了我就不要做了。你不是这样说的哦，你说你马上要退，我有证人的啊。谁？我给咯。是啊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我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为什么不多等1个月，拿回3个月的定金啊？对啊，没有人会这么笨的。那只有你们2个人知道喽。喂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有些人呢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怕被人家指指点点，就早点开路喽。喂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你们，我是说有些人。哦，那就难怪要集体跑路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朋友，你是不是要找麻烦？我不是要找麻烦，我要找良心。你这样做很没有良心的。朋友，你真的是想找麻烦是不是？我真的不是要找麻烦，我要找良心。良心啊！不要冲动，他故意激怒你，你打他，他报警，你就中计了。哦，对哦。哇，你很阴险呢。钱我是不会退的。让我继续做下去，找还摊位。No way，摊位我就租给 Oki 了。你可以来帮我泡咖啡的啊，我会请你的，泡的咖啡奶特别好喝哦。你在说什么？我都叫你告我咯，你去带这个猪头来，良心，我的妈，你不在演戏咩？吓到我肚子痛。OK， 我走了，去大便。OK， 慢慢打。良心啊！良心啊！算了，走吧。我看算了，我们是斗不过那个无赖的。3个月的定金就当送给他买棺材好了。干嘛？我骂得很恶毒啊！秀秀，你这样说对你不好。本来神明是要帮你的，听你这么说，他可能就不帮你了。人间的警察都不管了，更何况是天上的神明会管这种无聊的事情？话不能这么说。我爸在世的时候，他常常告诉我，抬头三尺有神明。他又说啊，你不要以为见不到就说没有神明，其实这个神明就是我们的良心。你不
不相信？不是啦，哎呀，我不懂怎么说你。你觉得我笨对不对？不是，我知道你这么说也是为我好啊，人是要积口德的嘛。不过骂他这种人啊，我内心不会感到不安的。我知道骂的有点过分，但是不骂一下，能消我心头的气。人受气受多了，不发泄的话，会中心脏病的。对了，没有骂一下，真的会被气死的。对呀，骂人哪里有好听的话？如果不说骂他去买棺材，你告诉我骂他什么？骂他大完便没有厕纸抹屁股。你先回去，我还有事。喂，去哪里呀？Hello，隔壁有没有吃桌子？麻烦丢一些过来。哎，谢谢。你干什么？做人要有良心，不然大便都没有厕纸用啊！神经病啊！做人要有良心啊！良心！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跟着我啊！喂 ，hello，keep down there，just talk about me。做人要有良心，不然 parking 都会被抄牌的。你再跟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做人要有良心呐！滚开啊！再跟看看，我踹死你！哎呦！是不是？做人要有良心，不然你走路都会跌倒。你真的是神经病啊你！哼！哎！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? I no wrong. You no wrong. Then who wrong? Who wrong? Huh? Who wrong? Who wrong? You wrong. 真倒霉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一个枪掉了，怎么会掉的啊？做人要有良心。你是不是会做降头？降头？不会。不然，那我为什么这么倒霉？做人要有良心，不然上厕所没有厕纸 ，parking 会重伤慢，走路会跌倒，驾车会撞车，老天都会下雨啊！你一定会做降头！你一直不断这么的说，你在诅咒我！真的不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做人要有良心，真的，做人要有良心啊！走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好，我不要再说了啊！好，秀秀，那这是什么？你的钱啊？你干嘛给我钱？不是，这是你的3个月安贵金。他怎么肯给你呢？你的手怎么了？你打他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没打他的话，他怎么肯把钱还你呢？可能是他良心发现，也可能是老天爷帮忙。对，真的是老天爷帮忙。
怎么变成脚？哎，昨天上厕所拐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哪里知道？也许那个医院不干净，所以我就赶快叫医生让我出院咯。哎，不谈了，有空来叫哈。好的。哎，听说媳妇好像不错哎。不错是不错，不过她好像有点不祥啊。她一进了门啊，母子俩就进了医院啊。哎，这死人电梯，不做到每层楼，这样再怎么上去？妈，我背你。你瘦巴巴的，怎么能背得动我？王来上去叫来发下来背我吧。我可以的。以前我妈身体不好，也是我背着她进进出出、上床下床的。那你小心一点哦，不然两个人一起滚下来就不好了。会很麻烦的。哎，阿美，哎，妈，来，小心啊，坐好啊。哎呀，你在家里也不下楼去等，刚才阿美被我上来逼到脸青青的。我也是刚回来嘛。哎，妈，你的脚扭伤了，医生怎么还是可以让你出院呢？医生本来叫妈多住1、2天的，可是妈坚持要出院。来，又不是说没有钱给你住，你为什么不住呢？哎呀，你以为住酒店啊？好端端上一个厕所都脚都搞到这样，哎，我真的不敢再住下去了啦。你怕见鬼呀？哎呀，不要乱说话了。我去煮点东西给妈吃。哎，不用，我已经打包了猪肉粥。妈刚动了手术，还是吃自己煮的比较好。我煮粥很快的。好吧。爸，你看，你这个媳妇不错吧？哎，这就算你有眼光了。那当然，我啊，要是不出国找老婆啊，怎么可能可以找到这么好的？在新加坡啊，想都不用想啊。哎呀，我看新加坡女孩子啊，都看不上你。哼，他们看不上我，我才要拜天公嘞。我看啊，阿美的脸色不是很好嘞。哎呀，这几天呐，她两头跑，不累才怪啦。什么两头跑？她要去医院看你，然后要回来家里忙，这不叫两头跑，叫什么？哎呀，都是你咯。啊，又怪我。哎呀，都是那个算命的，好端端的讲什么我不应该去医院，我都说不要去管他了，是你坚持的嘛。哈，如果我真的是让你去，真的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那你不是会怪我？哎呀，你是我妈嘞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对不对？妈，你的肚子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乖了，不痛了。那就好了，我都说了，去看医生，动了手术，一了百了，就不需要一天到晚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还怕自己会中 cancer。好了，不要再讲那种东西啦。切，怕什么？医生都说了，就是因为太多人啊，怕自己会中 cancer 啊，即使是这里痛那里痛，他们都不愿意去看医生，就等，就越等越惨，到最后啊，想要医都医不来啊。好啦，不要再说了。趁我现在身体还可以，快点生个孩子，好让我帮你们看。这怎么生啊？我们都还没有计划。哎呀，计划什么？要生就赶快生嘛。好喽，那今晚我就做一个出来喽。阿美，哎，来亲一下。别这样，妈在外面呢。好了，那今天晚上再亲，啊？哎，医生说啊，我已经完全复原了，今天晚上可以洞房花烛夜了。
哎呦，怎么都是鸿运的衣服啊？她一天到晚要换多少套？有没有出门？阿妈，大哥爱干净嘛。爱干净也要有个谱啊！啊，洗衣服不用水，水不用钱呐。对不起，哎，麻烦你。鸿运啊，你一天到晚啊要换多少套衣服啊？衣服脏就要洗，这样才卫生嘛。可是啊，你弟弟天天帮你洗衣服就够了。那就买一架洗衣机，我去开支票哈。支票？你有支票，我都中马票了。妈，算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哎，珍珠啊，你昨天刚刚拿菜来，今天怎么又上来？哦，我去看医生，顺便上来咯。你不舒服吗？没有啦。阿浩啊，15块。做什么？我叫你给你就给啊。哦。15块。那，戏票。你给我戏票做什么？你今天不用煮咖喱鸡对吗？去看戏咯。为什么突然间叫我去看电影？2张我跟谁看？秋荣啦，这个是秋荣的电话号码，你现在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说有人送你2张戏票，所以你要约他去看戏。不要啦，都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空。他今天做早班，晚上一定有空的啦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了解我有啦。有什么？哦 ，baby 啊。不然有什么？有病啊！医生说3个月了啦。啊，你是为这个看医生啊？你又说不要再生了。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的脸。脸怎么了？烦哦。大姐啊，你有孩子了，应该高兴才对啊。这个一生啊，就是第3个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挨啊。我以后肯定不可以整天往娘家跑了哈。好心你啦，赶快去找个老婆，这个家不可以没有女人的。阿妈不是女人吗？就是啊，阿妈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啊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，万一她，哎呀，她说，万一有什么病痛，家里有个媳妇，她大小便、冲凉都比较容易吗？你又不知道我是整天为这个家操心的啊！秋荣啊，是真的一个好女孩，我观察了很久才打算介绍给你。那她的人呢又节俭又朴素了啊，她不像其他女孩子一样，一有空呢就去看戏啦、逛街、买名牌、追明星的。而且难得人家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啊，你不要跟我走宝哈！你不要洗了啦，快去打电话。不要啦。还不去啊？你是不是把我气到我 baby 都不出来哈？打了，可是没有人接。是吗？我来打。啊，不用，我再打一次看看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打给谁？喂，请问秋荣在吗？我是宏运。想问你今晚有没有空？想约你出来看戏。晚上7点。啊。Read my hand, every line that is written. You'll be mine, you'll be mine. Gypsy girl, you'll 有福。嘉玲。
秋荣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就你一个人吗？对呀。你哥哥没来吗？哦，没有。我们可以进去了。你要不要买一点东西吃？那边有卖 popcorn， 有卖水，有卖糖果，还有potato chips。你好像在卖东西啊。哦，我怕你闷嘛。我不喜欢人在看电影时候吃东西的。你说那是你的臭他妈，我打死！香啊香啊，终于给我等到今晚了。美丽的新娘子，今天晚上啊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新娘子怎么还不进来啊？哎，你呀，死懒猪，一天到晚只懂得看电视。哎，你到底读什么大学的哈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过你读书的啊？那才证明他聪明。听到了吗？你小妹我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啊！阿美啊，你最近也真是忙坏了哈，应该早点回房休息来。还剩2件就完了。这不是他的衣服吗？应该让他自己烫。哎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懂得自己烫衣服啊？以后你怎么嫁得出去啊？给他自己烫吧。大嫂，你放这吧，有些人躺在医院几天了，等不及啦。哎，你人小鬼大，去。阿美啊，早点回房吧。啊，来啦，走了。阿美啊，笑死我了！来，要亲一下，亲一下。不行啊！干嘛？小妹还在外面呢。哎呀，不用怕的啦，不要紧的啦。来啦。我先去冲个凉。不要啦，不需要的嘛。肮脏。那你快点啊！哎，快点啊！有福，有福，有福。戏做完了。做完了，这么快？走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冲一个凉冲那么久。大哥，你在看什么？哎呀，我在看你大嫂冲凉啦。啊？不是啦，你大嫂说啊，她要冲凉，冲了老半天都还没有出来嘞。他冲了多久啊？都45分钟了。算久吗？我啊，起码要1个小时啊。他要冲到全身香香才出来嘛。难道你怕他有心理障碍吗？什么心理障碍啊？你不知道有些女人最怕新婚之夜的吗？这就叫做初夜恐惧症。哎，你呀，人小头脑歪啊，连这种东西你都懂啊你学坏了你。大哥，我是修心理学的啊。哎，万一被你说中了，那就糟糕了。你帮我进去看看他啊。大嫂。
么样啊？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该不会晕倒在里面了吧？喂，你不要吓我嘞！哎，敲门，敲门！大嫂，阿美，阿美，开门了，阿美！哎，阿美不要这样了，阿美！阿美，大嫂，开门！你想吃什么东西？不用了，你那么累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累。我每次看完电影都会吃一点东西的。哦，那我吃亚洲。不要，我不吃亚洲的。是我吃。我以为你不喜欢吃粥。我喜欢吃粥，只是不吃亚洲。你们这些当厨师的，对食物一定比较挑剔。我也不是什么厨师啦，我只是煮咖喱鸡的。哦，好像人家咚咚锵的时候，我就是煮给那些来吊丧的人吃的。哦，那也是厨师啊？不是，厨师应该会煮很多东西的，可是我煮来煮去都是咖喱鸡、炒米粉、咸粥，还有红豆汤。哎，对了，说到吃，我等一下要打包那个炒粿条给我大哥吃。听珍珠姐说你很照顾你哥哥的。他小时候也是很照顾我。那小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不会，他小时候很聪明的，他读书啊年年考第一，还考上了大学呢。可是有一年，他考试的时候因为生病考不好，要重读1年，他很伤心，他一直怪自己啊没有好好的努力，所以呢，他就天天捧着书一直读，越读啊就越不对劲。唉，真的很可惜啊，要不然我大哥他可能现在啊是博士了，不像我什么都差。他以前啊常常教我英文跟数学的，可是我怎么学都不会，到现在还是这么烂。我每年都是考最后1名。看不出来啊。我的朋友都说啊，我的头脑是四四方方的，不会转来转去。哎，我每次啊都把他们气得快要疯了。那可能叫做原则吧。什么？原则啊，就比如说你不喜欢吃亚洲，一定有你的理由，别人不知道，还可能会说你很挑剔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你有你的坚持，你的原则。这样说，你好像不太对哦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啊，我以前很喜欢吃亚洲的，我可以每天都吃的，吃到那个老板都认识我。那为什么现在又不吃了呢？不说了，我们吃粥吧。爸，我出去了。失败。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啊？失败。失败。姐，干嘛？下午有工人来搬东西，你开门给他们进。放在我房里那些箱子都要搬走的，你帮我跟工人说一声啊。我走了。哎，老爸真的不跟你们一起搬吗？爸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，怎么肯搬呢？你有问过他吗？不用问也知道啊。那你就好啦，去过你的2人世界，把他丢给我。不要丢声这么难听好不好？我会请佣人照顾他的。我走了。
喂，你干嘛愁眉苦脸？对啊，你不是昨天出院当新郎的吗？对啊。哎，不要说了。什么事？是不是你还没有复原啊？早就好了啦。那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昨天晚上，阿美她突然晕倒，今天早上又发高烧。我靠，不是她有事就是我有事，你说衰不衰？她又晕倒啊？什么又晕倒？前2天她晕倒，我带她去看医生。哎，对啊，医生写了一封信给她，叫她去做详细的身体检查。他没有跟我讲啊。一定是怕你骂吗？神经病，我骂他干嘛？看医生要花很多钱的嘛。花了，我看你还是带她去check一check吧。我在你太太左边的乳房发现有硬块 ，X 光片显示这个部分长了一个直径约3公分的肿瘤。经过组织化验结果显示，那是恶性肿瘤。由于肿瘤已经超过直径2公分，所以属于第2期，必须尽快动手术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有病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可以那么平静？你知不知道你得的是乳癌啊？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你是会？我知道。这是命，不是吗？妈，你回来啦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医生说贫血。那你去休息，我来。不用了，你真的没事了。花花啦，阿美真的没事啦？没事了。那没事，为什么她会晕倒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的身体都不好了，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。哎呀，来了，我还有话要问你啦。什么事？你前几天是不是进了医院？哦，怪不得你没到医院来看我啦。哎，人家都说阿美的八字有问题耶。你看她一进门，你我2个人都进了医院。这怎么能够怪她？你要进医院去动手术，这件事情一早就已经定了。我是给阿花那个3八婆害的。那为什么我会跌断脚啊？她又晕倒啊？我们一家人进进出出医院，你说我们倒霉不倒霉？你是怎么选的？那些3姑6婆的话，你是可以不用听的嘛。出去吃饭吧。对不起。真的对不起。我出去一下。介绍个新小姐给你认识好不好？这个是 Jennifer， 好好陪八哥，玩得开心点哈。小心打破杯子啊，发哥。喂，怎么是你啊？放心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会打人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换地方喽。你不是叫 Stephanie 吗？干嘛变成 Jennifer？ 换名字喽。Stephanie 很好叫嘛。忘掉过去，重新出发。怎么样？是不是
是想换人，可以走啊。来，坐下，没有叫你走了。来，点歌点歌。直到视线都变得模糊，沉醉的起步。啪。你舍得把老婆丢在家里啊？不要提这个了。你不要跟我说啊，你被老婆踢出门啊！他还踢我嘞，他只剩下半条命了，好不好？哈 ？cancer， 医生说他有 cancer， 要做化疗，要动手术，要花很多钱啊，1万、2万、3万。3万、30万你都要花啊！叫你娶了她，喂，是不是真的？什么是不是真的？他真的中 cancer 啊！哎，我吃饱了，那么空心跟你开这样的玩笑，算了，唱歌。你是不是给人家当大菜头看呐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整天说啊好笨，我看呐，最笨的人是你呀！你是说阿美她知道她自己有病，可是她还是要跟我结婚？对啊，找你这个大菜头帮她医呀，1万、2万、3万。30万你都得替她出啊，因为她是你老婆。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啊？哎，我要供房子，我要养我老妈，我要供我小妹去读。你还欠我钱呢！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些？这是个骗局。对，这是个骗局。阿美她知道她自己有病，她的家人也知道，就连那个介绍的人也知道她有病，怪不得她还一直擦汗，她一定是心里有鬼，他们都想隐瞒。好啊，他们想要砍我这个大菜头。当我是菜头，当我是菜头，小心点。当我是菜头，你一早就知道自己有病，你还嫁给我，你是有目的的。醉了。你给我说中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有目的的，你一早就知道了。我不知道的，我真的不知道的。我花了6000多块，给了你老爸，还给了4000多块摆喜酒。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，我现在是穷光蛋，我哪里有钱给你去看医生啊？我真的不知道的，如果我知道，我绝不会跟你过来的。你现在说什么都可以了，我给你害死了，我给你害死了。这个城市最熟悉的旋律，你和我都曾渴望被谁鼓励，跌倒以后还有向前的动力。我抬头望着满天星，平凡的心愿闪着渺小的回应。你是否跟我一样，努力把梦擦亮，学习有天像太阳坚强？我们都好像满天星，在黑暗也不畏惧，只因为相信，就算一滴泪光就能照亮方向，有不怕痛的胸膛。就